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试试看，在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专案资料底下，去用 Cursor 来做 Vibe Coding 写 iOS App 会出现什么状况。我们现在打开了 Cursor，它现在只是一个空白的资料夹里边什么都没有的。那我在这边就开始跟他说，比如说create an iOS app for listing events in WWDC 25，像这样。然后我们当做 agent 的部分也会选择特定的模型，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用的是 Cloud 的 3.7， 然后让它开始去做。那 AI 基本上是不会跟你说它做不到的，然后它就会尝试把这个 Xcode 专案的那个结构跟一些基础的一些 SwiftUI 的一些 views 都会生成出来。首先，在我们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些Cursor rules 底下，你可以看到它生成的 SwiftUI view 很容易用到一些比较旧的，甚至是 deprecated 的一些 API， 像这个 Navigation View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然后在生成这个专案的过程里边，它会先把一些 view 或者一些模型的部分先生成。不过对于一个 Xcode 的专案来说，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 project 的本身，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在 Xcode 打开，才有办法去进行之后的变异跟上架等等的动作。我们可以看到 Agent Mode 它已经有能力去生成很多个档案，然后可能是代表不同的一些界面，像这边有它的列表的部分，也有一个是尝试的那个活动资料的一些部分。这个生成的过程可能会花一点时间。然后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它首先生成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程式码，然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把刚刚有生成过的所有的内容全部删掉了，在现在的资料夹里边已经变到空白的一个状况，它要重新把它的结构生成出来。我们看看它接下来会做什么行为。在这里已经等待超过5分钟了，然后我们看看他最后在做的一些事情。他不单只把那个之前生成的一些档案全删掉，之后他还变成是在建立一个 package， 然后这个 package 过不久要重新把它删掉了，然后现在整个 agent 已经在这边停下来。那我们只好就是把它先停，然后呢，其实这个部分也不是我们想要的，那我们就让它整个回退。这边也可能有一些东西它还没有办法完全删掉，我们就人工的帮它删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重新再来一遍。这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个 package 了，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所以呢，先把它停下来。这边产生的一些档案，全部我都不想要，那我就全部选一下。
开一个新的 chat， 然后呢，我要说清楚一点。刚才有看到它有生成这个 Xcode Project， 本来还以为有希望，没想到他之后在做了一轮其他的事情之后，他又把整个专案删掉，然后重新去建立一个README 的档案。不知不觉，这个 agent 已经跑了25次的 to calls， 所以现在整个 conversation 被 cursor 已经算作一次的 request。我们要继续的话，只好再按一次 resume conversation。然后没想到 package 又出来了。这一个专案到现在已经花了快20分钟的时间，然后用了3到4个 request， 不过连最基本的一个 Xcode Project 的档案都还没有生成出来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用 AI coding， 不管是用哪一个工具。如果要用 AI coding 去帮忙去开发 iOS app 的话，首先有3个事情必须要人工先做的。第一，就是我们使用 Xcode 直接生成建立这个新的专案好了，不要让 agent 来帮忙。第二，是我们要把这个版本控制先去固定好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随时回退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专案还没有任何的版本控制的。第三，我们必须要设定一些基础的 cursor rules， 不然的话，它很容易用了一些旧的，甚至是过时的一些 API。这些 API 会让我们的 app 有很大的一些问题，可能在上架不久就不能再用，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去做修改。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。我们下一集会给大家看一下正确的一个开始新专案的一个做法。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